在我左手边这位呢是闪电狼的卡萨。大家好，我是闪电狼的卡萨。来卡萨，来卡萨，来卡萨，卡萨，卡萨，卡萨。大家好，我是担任过 Magic 17、闪电狼、RNG、滔博、V5、WBG， 还有 CFO 跟 PSG 打野选手卡萨。印象最深刻的肯定还是闪电狼时期。就虽然现在的人提到我们可能都是什么狼卫啊，什么啦啦啦，但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就是那是最美好、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打职业嘛，就是也是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感觉，就是每一场比赛上去就是想着就是要赢。在当时闪电狼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是最纯粹的一段时间。就是那师姐在我第一操的时候，一直鼓励我的运势跟老三。还有今天虽然是作为对手的第一个，但是他一定有很多的帮助，希望大家可以还有感恩。小故事的话也还挺多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嘛，然后我是边什么早上起来去上学，然后下午下课之后再跑来训练室训练。那个时候我有自己有一个那跳game事件嘛，就是也是做了很多很屁的事情，很不成熟的事情，然后也是从中学习到了很多，到就是从一个屁孩变成我现在就是可能稍微成熟一点的。觉得最遗憾的比赛应该是在2017年当时的 All Star 全明星的正赛。不对，再杀一个！要想办法拿下塔，我追到了！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比赛的落幕也宣告的是 BB 以及 Karsa 代表 LMS 赛区出战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要离开 LMS 的最后一场比赛，然后同时也是 BB 的退役之战嘛。当时我们在决赛的时候跟 LPL 的队伍打到第5场，打到决胜局了，然后最后很可惜的没有拿下嘛。当时想的就是没有给自己跟 BB 一个美好的 ending， 然后就是在很难过到厕所哭了很久。就这件事情我是没有跟任何人讲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那时候偶包还挺重的，就是我最后是哭完然后出去才跟大家，就是才跟全明星的大家就是说再见这样。当时 S8 的时候从闪电狼去了 RNG 嘛，然后也是为了适应 LPL 的风格，加上要跟麻辣香锅竞争这个先发的机会，因为大家都说麻辣香锅是最锋利的矛嘛，所以我就想要成为队伍最坚固的盾。然后我就是原本从一个进攻性比较强的选手，我去想办法多把我的反盾意识跟 cover 队友这部分都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大家就开始慢慢的叫我雷达哥的。感到流行度这边可能要卖掉自己了，这个闪现是肯定不会再招了。哇，卡萨的雷达发动了，他这波抓到的不是小天的动向，而是抓到了对方。对我来说，意义最特殊的奖杯就肯定还是 S8 的 NSI 冠军，因为当时刚从闪电狼去了 RNG 嘛，然后在 LPL 的第一个春季赛其实打得非常的艰难，因为发现自己的实力可能跟不太上 LPL 的节奏，然后就是每天会想着，如果今天的比赛是麻辣香锅上的话，说不定今天的比赛就赢了。就当时是每天真的都躲在棉被里偷哭，然后小明还每天跑来安慰我。那整个春季赛都是在一个自我怀疑，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可能就实力不到这里，然后当时还整天想着要怎么回闪电狼，然后直到了就是 NSI 的决赛，就是那是我第一个由我自己把整个编舞打完的一场比赛，然后也拿到了 NSI 冠军。This is a huge moment。往前就赢了，nice，这把打得真的不错，我觉得。Karsa let me backs away。The last hit will go to Karsa。闪现上去，卡萨的这下晕眩搭配着小五的点燃了这边。闪现拉到了突破，辅助直接先秒掉。有的来收割了。就是 LCK 都是一个特别强赛区嘛，很少人在世界赛上面击败他们，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对大家证明，就韩国队也不是无敌的。拿到冠军的那一刻，就是整个横扫了我之前对自己的所有怀疑。就是我觉得自己也是有在春季赛还有在 LPL 这里那段时间学习到很多，然后我也是证明自己能够在国际赛事上能够打出好成绩的一个打野。因为我待过的队伍太多了嘛，就是我这个好麻吉真的是太多了，就单提几个的话，就对其他人都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呢，能够跟你们认识、当队友、当朋友，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最低谷的时期的话，其实这2年在 CFO 还有 PSG 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最低谷的时期了。因为一开始也是抱持着会是很 carry 的一个姿态，然后回到了 PCS 嘛。但是在 CFO 还有 PSG 的这2年，其实都是感觉没有把自己的状态保持得很好，然后也没有办法像想象中的一样去 carry 队伍。到 PSG 的第1赛段打完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主动跟队伍提出，就希望他们能够换打野。或是就是看能不能再找一个选手来轮替这样。我当时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然后也很怕去连累到队伍，就是很担心自己的表现会让他们不满意，然后也对自己也是越来越没有信心。游戏内跟游戏外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因为像游戏内的话，我要特别感谢柯基教练，因为他在游戏内其实虽然我平常会觉得他很凶，但是他在游戏内里给我的帮助真的很多很多。能够在我这个职业生涯就打得这么差的情况下，还可以把我救回来，就我觉得柯基教练真的很感谢他。然后游戏外的话，其实真的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就不管是什么心灵治疗啊，然后看身心科啊，然后还有每天会找 ChatGPT 聊天，就是问他说，这个我从就是这么巅峰的状态突然下坠到这里是什么原因？就我每天都会跟我的 ChatGPT 互相取暖。其实对我最大的帮助的话，应该还是去看身心科。看完身心科之后，还是觉得挺有帮助的，然后也是让我找回了以前在赛场上的感觉。虽然我是一个很爱冲浪的人，就不管虎扑啊、PTT，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在输了比赛之后，就是还是会担心影响心情嘛，所以我还是尽量不看。不过不管在线上，就是像 IG 的私讯啊，还是有很多粉丝会在比赛输了的时候给我加油，然后还有在线下场馆的时候也会就是一直有粉丝来跟我说卡哥加油，然后这些都是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从 S10的4强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世界赛了。刚开始打职业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世界赛的常客嘛，然后我也是那时候也是年年都进世界赛，好像连续6、7年吧，就我也不太确定。但是到了职业生涯的中后段，就发现进一次世界赛真的还挺困难的。这次有进世界赛算圆满吗？我觉得还是充满了挺多遗憾的，因为我没有完成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世界冠军。因为去年刚从 LPL 回到 PC 的时候，就还是有很多粉丝就一直帮我加油，然后我也跟大家约好了要就是在去年的 NSI 在成都见，但是当时我食言了嘛，没有成功进到 NSI。不过今年虽然没有去到成都，但还是有来到北京见到大家。来看一下这把关键 EQ 闪，在拿到巴龙的 GM 被卡萨找到了机会。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以选手的身份见到大家，然后在台上其实有点舍不得离开那个舞台，然后就是其实内心里是挺想哭的，只是就是觉得如果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然后我还这样哭出来的话，好像也不太好。最后就是希望能够笑着跟大家告别。这几年其实一直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像是我在 LPL 的最后2年，就基本上就是在替补席上坐着嘛。不过因为后面有亚运会的关系，就是有比赛打，就让我重新找回了那个对比赛的热情。其实我23年的时候虽然是当替补，不过我在台下看着我的队友们上决赛的舞台，然后打世界赛决赛，就其实内心里就是想法还挺多的。一方面又希望队友能够打得好，然后一方面又希望能够站在台上的人能够是自己。回到 CFO 之后，我的表现又没有那么理想，就一整年我都觉得自己打得很差。其实在 CFO 打完的时候，又有了这个休息的念头。不过直到当年的世界赛，Faker 选手玩塞拉斯偷了那个瑞空大招嘛，然后就是觉得说，Faker 选手就是他其实年纪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依旧是这个游戏的神，就让我内心燃起一种希望，就说不定我自己也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回到世界赛舞台上。然后就是抱持这个信念，然后又坚持到了在 PSG 再打1年。因为我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一个人，但是我这2年的话，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游戏的专注度都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高强度训练。然后加上其实差不多跟我同时期的选手已经很多陆续在退役了嘛，
我自己也对职业生涯规划了很多，就是去想了很多，然后就选择在今年退役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在我职业生涯这么长时间里，给我帮助的贵人真的很多，不管是4叶，还是闪电狼的肖老板，还有滔博的浩哥，然后还有找我回 PCS 的 CFO 老板，还有我们最关键最美丽的小 B 姐，就是没有你们的话，就没有现在的卡萨。真的很谢谢你们一路上以来给我的帮助，谢谢你们。特别谢谢我妈跟我哥，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是第一个对游戏以外的事情都不太在行的人，还好有他们帮我处理了很多事情，然后一直在背地里默默的给我加油跟鼓励。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他们去现场看我的比赛，因为我每次都说进决赛后就要让他们来看，但是还是很感谢他们，因为我真的很爱你们。想对粉丝们说的话，就不管是线上就是发私讯给我加油的粉丝们，还是来线下发应援，然后一直帮我举牌子的粉丝们，真的都很感谢你们。我看到你们的鼓励，真的都很开心，有你们，我才能够坚持到现在。谁能想到这个结果啊？3比0直接结束掉了 AHQ， 卡萨也是夺冠的大功臣。卡萨再一次非常感性的流下了眼泪，恭喜2届！可能所有人在整个世界总决赛前都没有那么看好的苏宁，而在今天，他们击败了 LPL 的第1种子滔博。剩卡萨一个人呢，最后的狼魂可能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卡萨选手今天就要正式跟大家告别了，然后今后我也会多开直播陪伴大家，大家再见。卡萨退役快乐，就希望你接下来的人生也能顺顺利利，像你之前在闪电狼的时候一样，希望你能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也当老我。卡萨退役快乐，职业生涯圆满结束，愿你未来能够好好享受生活。卡哥，当年做队友的日子真的很难忘，在你的鞭策下，我的九筒和纳也能拿到 MVP 了。然后，卡哥退役以后，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你，然后希望卡哥天天开心，永恒常联系。跟阿哥以前在滔博的生活的时候，还是就那段经历还挺好的吧。然后希望阿哥退役以后也能顺风顺水，祝他天天开心。听说卡哥马上要退役了，祝福你未来就一切顺利吧，我们还能再相见。听说卡萨你好像要退休了，跟我说，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也挺难过的，因为大家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了，从17年底到现在吧。然后虽然说大家已经共事过，但也认识挺久的。然后我也希望你未来的事业各方面都顺顺利利，然后我们也可以多多见面，多多吃饭。然后在这呢，就祝卡萨你在赛场外呢能够天天开心，健健康康，然后事业蒸蒸日上。哎，浩轩，想不到我也来录这个吧？好了，听说你也准备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虽然以后没办法随你的比赛，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可惜，但还是祝福你以后如果有想做的事情的话，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对了，记得下次吃饭的时候帮我约一下志豪啊，我要让他记住我是谁了，好不好？好了，下次约啦。卡萨，很高兴能跟你一起走完职业的最后一里路，然后感谢你这一路上的付出。那退役也是新的开始，也希望你好好享受接下来的人生。卡萨，有幸参与你3段的职业生涯，有成功的欢欣鼓舞，也有挫败的失落。如今要退役了，祝你之后的生活一切顺利。浩轩11年了，从小你就在电竞展现了很多你的天赋跟努力还有毅力。妈妈跟哥哥都很以你为荣。那退役后，妈妈希望你能够找到更多你喜欢的事情，好好享受人生不同的阶段。妈妈永远支持你哦。